当，获取最新视频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律师。今天这一期节目呢，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H1B。那么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主要呢是从事商事移民和技术移民的。最近呢又赶上 H1B 的这个抽签季，来分享一下如何提高 H1B 的批准率。那第一点呢，我认为大公司 versus 小公司，就大公司的批准率呢相对会比较高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关于一个职位的设定。关于职位的设定呢，也是需要拿捏的一个地方。这个职位呢必须是一个专业的职位。专业的职位的定义呢，就是必须要拥有本科学历以上的人才可以胜任的这么一个职位。那建议这里呢，大家在选职位的时候呢，可以去参考移民局的 guideline 我们叫 OOH。那这里呢，这个你可以去上面查哪一些职位是要求本科学历以上的，或者是有一些工作的这个职位呢，它是要求有 license 的。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你的一个批准率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 level wage。当然，这个公司是越高越好。但是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，所以是这个职位设定和 level wage 呢，我们可以合在一起去考虑这么一个因素。那有一些客户呢，比如说这个我们会给他做一个 position 职位稍微低一点的，但是 level wage 稍微高一点的这么一个setup。那这样的话，增加这个 H1B 的批准率增加20%或者30%。我们这么举一个例子的吧，我们其中一家上市的软件公司，那这个职位呢可以是 data scientist， 或者也可以是叫data analyst。我们当时给他做的一个strategy 呢，就是我们会用稍微低一点的一个职位叫 data analyst， 但是给他申请一个 level 2或者 level 3的这么一个工资的一个标准。那他这个案子最终也是获批了这也是一个技巧了，那提高大家的这个 H1B 的批准率那如果今年 H1B 没有抽中的朋友们呢，大家可能开始要计划有没有 Plan B 了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，我们下面会放一个链接你可以做一个简短的测试。这个测试呢就告诉你是不是可以申请 OPT 延期，或者是你是不是可以申请O1签证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奖状荣誉可以做O1签证，或者是你有发过文章可以申请这个 NIW，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签证，看看你是否符合条件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做一个这么一个简短的测试。那这里呢，如果有 HR 的朋友呢，我们有一个这个 seminar， 有一个简单的一个 overview， 就告诉大家这个，如果你们之前没有申请过 H1B 公司没有请过外籍员工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，然后 timeline 是什么样的，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cost， 然后有一些什么 responsibility， 这些大家需要注意的。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，我会把这个链接也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。OK，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那就帮我们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吧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。